今天呢，我一開場的時候啊，我先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汪太太她給我講了一個就是關於她老伴兒汪先生。有一天呢，他們一起去郊外去玩，老先生陪孫子玩孩子們那個動作多快他一不小心呢，就在河裡趟水的時候裡面有石頭，就撞到一下腳趾頭。這個當時呢就流點血這個是很正常的事了。他們也有準備，就帶我們說那個止血的膠布，我們說叫創可貼之類的，反正貼上它就不流血了。但是呢，過了4-5天之後那個地方還不舒服，結合膠布一看呢，都有點潰爛的感覺。他呢就嚇得趕快去買點那個消炎藥，到藥店呢買點消炎藥就抹上。大概10多天之後，他這個腳越來越腫脹，也不舒服。打開看看吧，那個腳趾頭又紅又腫，還有點奇怪的顏色，覺得不太對就乾脆第2天直接去醫院看醫生。醫生看完之後，這個你有嚴重的糖尿病。醫生給他一說，嚇他一跳。他說：“我還能得糖尿病？”醫生說：“這個糖尿病不是給誰定做的，這個說有點年齡，你飲食和生活的行為如果不夠合理的話呢，就可能會得。”說你看有好幾樣檢驗都確認您有糖尿病，還您這個腳趾頭他說明天呢，我們叫幾個有經驗的醫生會診一下，這弄不好是要做手術。他是一個小傷口，做什麼手術結果第2天會診的醫生一群專家教授來說，截肢，全部一致的表態，截肢。這個時候截肢呢是什麼呢？截小肢。他說如果你再晚來一點呢，又截掉你的腳，如果再晚來截掉一條腿。所以你看你這個有10幾天是不是這樣的話就截一個腳趾頭。為了保命他為什麼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呢？他們家沒有糖尿病這個名詞，所以他的上代人沒有這病，對不對？在他家裡他是最老嘛，他沒得這病的孩子們更沒得了，所以他就沒想到，覺得身體很棒。對，所以就師父講到這兒，就是讓我跟網友們都比較擔心，就是說這個老先生他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說我們這個人群之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对呀，可是實際上都已經有了這個病了呢，只是不自知而已。對。那因此呢，我呢也做了一些總結，給大家這樣介紹分享一下。那你看你有沒有這個問題？如果你覺得我說的呢，這個事兒有點重，沒有關係你自己呢去諮詢一下醫生就知道了我講的這些都是醫生透露出來的內容。首先第一個呢叫3多1減，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體重減輕這是第一大類第2條就是說有了傷口難癒合。你比如說你在生活中，比如切菜切破手指頭是吧？走路踢着桌子角，把脚趾頭脚踢破了，還有男人刮臉刮破一點皮，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對？那但是呢，他傷口不癒合了所以這第2大項第3條呢，就是皮膚瘙癢。那你說誰的皮膚不瘙癢呢？是通常比較嚴重的瘙癢，長期並且嚴重的皮膚瘙癢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接下來呢，開始手腳麻木，甚至還有刺痛感。麻木，我這解釋麻木不是沒有感覺，這個它是有感覺，是感覺是麻木，感覺麻。對，它不是沒感覺這是。所以和沒有感覺是2種狀態所以是感覺麻或者是有刺痛的感覺，他們倆是在一塊兒的。对，記住這個分別它不是沒有感覺，而是感覺麻。好的，第5種感覺呢，就是
感知系統遲鈍啊，感受開始退化。比如說你對溫度，你比如說你洗臉或者洗衣服，這個水是很冰或者是很熱，你對它的感覺有點麻木的感覺。這種麻木是遲鈍，不是發麻，是遲鈍了。比如說我一不小心有人穿高跟鞋踩了我的腳一下，我說哎呦好痛啊。那我們也明明看着旁邊一個老大爺被踩了一下，好像老大爺沒感覺被踩到啊，但事實上真踩了他了，是他的知覺系統遲鈍了，就退化。其實末梢感知神經退化是這個原因啊，並且這個他對痛對溫度等等一切的感覺或者撓癢癢都會遲鈍，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其實我們人類在不同的身體部位能夠有疼痛的反應，其實是自我保護，而這種遲鈍或者是沒有感覺的時候是很危險的事情。那麼接下來第6條呢，就是說視力開始模糊與退化，老了視力減退。這個時候看報紙的時候戴個老花鏡還可以看，對不對？對。它這個模糊是什麼？你戴什麼鏡子都沒用，都看不見。所以你整個視力退化的沒法看了。不要以为我是看不清了，是我上了年紀啦，或者是什麼情況，這種情形是不一樣的。一個可能有白內障或者眼內充血，都是有可能。對。所以的話，它引發的這個眼科的疾病到底是什麼？什麼都有可能會發生。對。這個視力下降當中呢，還有一項視力是夜間，我們夜間是其實能看見一點事兒的，因為黑暗的度不是那麼強烈的黑暗，是吧？比如說有燈光、星光、月光等等的這些原因呢，我們其他人還能看見，他看不見，就容易掉到井裡撞到樹上啊。好，第七項就特別容易疲勞啊，經常覺得全身無力。你覺得好像是我是老了嗎？經常總感嘆我怎麼就老得這麼快呢？對，這也是一種現象，經常處在這種萎靡不振的狀態啊，而且精力還不能集中。第8項就是皮膚的顏色就是皮膚要麼變得有點蒼白，要麼有點暗紫色啊。對，它不是絕對變黑色，蒼白色和我們女士愛白又不一樣。包括西方人，就是我們所說的白人白人當中也分，你看就健康的白色，比如說這人得糖尿病或者心臟病，他那個臉白不一樣啊，那個白就是你感覺的就不舒服，看到了之後，實際上他那個臉色是比較病態的白啊。記住，我們華人稱為叫蒼白，蒼白通常缺血無力嘛，就是這樣。那麼再有一種呢，就是那皮膚變暗了。一般呢，通常有點偏灰色的，或者是偏那個有點暗紫色那种，這個都可能與糖尿病有關係。這個暗紫呢，那通常是與這個身體的淤血或者是血管有堵塞有關係，或者是造血機能有問題，所以才出現這樣。所以這種暗紫色通常是我們也俗稱為淤青色，身上的這個血液有阻止，這個血液流通有阻止的狀態是非常危險的了。接下來就是中風，只要一犯病，平時還生龍活虎的，該幹啥幹啥，突然一倒，咣當一下在地上，就很快就過去了。对，很厲害就是皮膚的變色。那麼第9項呢，就是指甲會變厚，或者是變得凹凸不平。手指甲也有，但是腳指甲更重。這裡講的就是腳上更重。還有呢，那個腳趾甲的顏色變得有點奇怪，有直接是黑斑式淤青，有的就是發青色有的少一大塊還有指甲變形，還像那個船頭一樣翹起來這個整個指甲變得特別厚，還有的指甲變成圓的，那個指甲本來有點弧形的平的是吧？那是健康的指甲，它那個指甲呢
會這樣勾起來，像一個蘋果似的，它整個是圓的下來的，那個很麻煩啊。還有一個呢，這個指甲腳指甲上有一條線，這個叫做博士線，橫的，就在腳指甲上橫着有一道線，正中間啊，对，就好像用刀割了一個口子一樣。尤其是腳趾你脚呢和手來說，脚更嚴重，就更容易看到所以这个像這樣的這個線，有的人並不多，但是如果有這個線，趕快去檢查身體。還有這個叫甲溝炎，字面上理解就是它指甲那個溝溝縫縫裡就容易發炎之類的對，比較嚴重的糖尿病，你的腳上的皮膚會變得很奇怪。還有的當然是浮腫在浮腫的基礎上長莫名的斑鉛灰色呀、紫色呀，都可能會發生的。總之就是說，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是在這個腳上有非常明顯的病症的。對咱們這一堂課呢，咱們就是先學習一下認識，來認識一下可能會有糖尿這個血糖高是尿糖高之類的這個問題先從外表的症狀上來判斷所以通常呢有3樣以上就得要小心了。我剛才說嚴重的腳上的那個問題的時候，有1項你就應該去查一下。那接下來呢，我們做一些調查就是看看就是說全球糖尿病患者的一個大數據，大家對這個有一點認識。198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的人數僅為 1.08 億。截止到2021年，已有 5.37 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相當於每10個人中就有1個人患有糖尿病。2007年，聯合國進一步將11月14日世界糖尿病日確立為聯合國日，足見糖尿病已成為全球重大威脅之一。2021年，全世界成年人患糖尿病人數排名前5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美國、印度尼西亞。全球成年人患病率最高的國家則為巴基斯坦，患病比例為 30.8%， 這意味着每3個人中就有1個人患有糖尿病。過去10年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糖尿病患病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糖尿病已成為導致全球死亡和殘疾的10大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最大的危害不是糖尿病本身，而是它所引發的各種併發症。由糖尿病又能引發出其他的疾病來，是吧？像剛才我們講到，你比如說視力問題，眼睛的疾病就來了，是吧？會不會引發腎病？那腎病一旦引得嚴重了之後，那是吧？你洗腎那又是一個要命的問題。所以因此呢，當你糖尿病一旦發生了之後，有可能會引發心臟病，有可能引發中風而導致死亡剛才說腎臟病，一旦引發了腎衰竭，那不得了，是吧？又是死亡。所以因為它引發的所謂叫併發症，非常的恐怖。所以它也有一個統計數據，就是說糖尿病人患腦血栓，它是正常的這種病患的這種12倍，就是它專門形成一種病，就叫糖尿病腳，就是這樣子。所以到最後，就像剛才講的那個汪老先生一樣，很多就是發展到後期整個腳就黑、腫脹就壞死掉了對，最後的話就只能落到個截肢的下場，就血液都不通了。沒錯，這個還算能保住命的還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到晚期截了肢以後，還不能幸免，最後還是去世了。糖尿病導致失明的這樣的這個情況每一年也會發生100萬例。100萬呢？對，100萬例是非常嚴重。那糖尿病還有一個這個就是造成男生女生都是就容易不孕不育這個生殖系統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然後如果說這個孕婦懷孕了之後，然後她這個糖尿病比較嚴重的話，可能就會造成流產吶，甚至於說這個畸形兒啊、早產吶等等，就媽媽跟這個孩子這個健康都得不到保障，也是很嚴重的。就容易產生糖尿病的這個族群呢，大概就是我們大概做一個總結和分類的首先第一個呢，就是這個身材偏肥胖一點的，所以像這個我們可以通過飲食或去運動可以改善的呀。那再者呢，就是有這個家族遺傳史的，是呢，对，有糖尿病這個歷史的家族。如果你家族成員之中有一個人，無論是長輩還是平輩之中有一個人有糖尿病被確認的話，那你都要小心。這個問題就是讓我們分析变成糖尿病的根本成因是什麼？籠統上說，就是與你的元氣能量的強弱有絕對的關係。就是你的整個你的五臟六腑的能量都变得虧虛虛弱的時候，那麼邪氣病氣就會顯示出來了。你的身體弱了嗎？那什麼時候開始弱呢？通常就是中年以後，一般来說大約40歲以後。那你加上你这個生活的方式容易得這種病的時候，那它就高風險了。我突然想起來呢，就是我小時候在青海有個鄰居有個鄰居家有個姑娘呢，比我大2-3歲，我們兩家的距離就20米，這麼近我們很不幸的是說，我們在一起住了幾年之後，突然宣布他女兒死了，16、17歲死的，就是糖尿病。這個小孩不存在運不運動的問題，在那個年代沒有一個小孩不跑步的，所以就來自於家族遺傳史，所以讓一個妙齡少女就走了很可惜。我們都覺得很跟着悲傷，就是。所以像這種低齡化的糖尿病其實那我猜測就是師父的鄰居這個小妹妹有可能就是這種1型糖尿病。根據病因不同，糖尿病一般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型糖尿病也稱為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必須依賴注射胰島素來調節血糖水平，主要與遺傳基因有關，發病年齡多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也稱為青少年糖尿病。2型糖尿病也稱為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是最常見的糖尿病類型，佔糖尿病患者的90%左右。發病人群通常為成年人，但近年越來越呈現年輕化的趨勢。其主要成因通常是體重過重或缺乏運動，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導致的。此外，還有妊娠糖尿病和一些其他類型糖尿病。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通常是可以預防的，而其他類型的糖尿病，如能及早診斷與治療，可以延緩或避免嚴重併發症的發生。2型糖尿病與飲食習慣也是息息相關的。從飲食角度預防糖尿病也是一種很有效的方法。可以請師父介紹一些低升糖指數食物嗎？像之前我們給大家介紹那個麥片嘛那個燕麥，尤其是燕麥片這個是低糖的其實我們先這個除糖尿病的這個飲食呢，其實和三高的飲食幾乎是一樣的，大概是這樣的低鹽、低糖、低油。這越是那種比如說傳統的那個做法的，比如說那種全麥，就是帶麩皮的，一個是糙米，還有一個燕麥對，這個還是比較好，含糖低一些那麼還有呢，再就是我們說雜糧混一些豆類還是健康的，就從主糧食來說的你總得要吃糧食嘛。对。那還有呢，再就是這個菜類的黃瓜、西蘭花、芹菜、西紅柿、秋葵這些糖還是比較少的对，還有這個黃豆製品
就是腎病的病人不適合吃黄豆，比如說你只是血糖高，但是腎還是 OK 的，还没有問題啊。那黄豆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还是挺好的。还有也提醒网友要戒烟戒酒啊，不要吸烟，不要喝酒。可能尤其你有这个病症的，或者吃某些药物的呢，还是要自己再好好的询問一下醫生。還要呢多運動。世界各地很多的公園都有我們走菩提的八卦，就我傳授的哈。像我說那個汪爺爺一樣哈，那個是啊，對吧？他太太呢，在我們這兒我沒講他太太的事兒哈。這個汪太太呢，她是得了一點帕金森，那個抖，醫生呢就沒什麼好方法，就這個醫生的一個親戚啊，練我們八卦內功哈，就覺得特別有效。他沒說是什麼樣的病有效。他醫生給他介紹這個汪太太來說，你們想方設法學那個菩提的八卦內功。但他走了1年，他的帕金森就好了。這汪太太後來呢，又帶他家老先生哈，汪先生也來走。就現在這個汪先生已經不用打胰島素了，太好了啊！但是可惜的就是少了個腳趾頭，就是。對。現在老兩口哈，每天5點鐘準時就在公園。他說365天哈，他們只有多加1天，但是不會少去1天。每天早晨5點鐘必須在公園走，他是真受益了，這就捨不得了，捨不得放下了。對，而且現在他們這個體力哈，他說比我兒子體力都好，對吧？比如說有時候他們那個家裡搬個東西啊，去買個菜，兒子幫着提，說媽休息一會兒再走，他媽說來給我幫你提的，就是這樣子。對，那身體可壯實了。對，多好！你看帕金森好了，這老爸不用打胰島素了，你看，這多好呀！就是走八卦。所以就八卦天天走，活到99。對，那大家去打聽一下啊，這個很多人還是走好了。那麼我也不是說把這個八卦內功要吹得多麼神，我也希望說大家通過綜合的療法，比如健康的飲食，還有一些。那還是從歷史以來經過考驗、考證的一些有效的偏方，說對大家健康有些幫助的。那今天呢，會給大家透露一個小偏方，3清桑菊飲。首先呢，第一味藥呢就是桑葉，它對這個降低三高哈是特別有效。如果對三高有效，我還告訴你啊，它對於減肥也特別有效，還有呢，美容特別有效啊，所以它是一個很神奇的葉子，所以古人曾經把它稱為叫神仙葉啊。它有很多種藥用的價值。第二味藥哈是菊花，通常是白菊。這個白菊花呢，它才用於藥物哈，就是不會用那個什麼黃的、綠的、粉的，那是觀賞菊花，這個它藥性就不一樣了哈。白菊呢，中國的藥用白菊有幾種，一種是叫杭白菊，第二種呢，我特別推薦的是貢菊，就進貢的貢菊，它花朵其實有點像了，但是它的價值有一點點差別啊，我推薦用這個貢菊啊，那麼第三個東西呢，就是西洋參，西洋參也是個很神奇的東西哈，對，它補氣還降火，它的那個習性是涼性的一種補品啊，非常好的滋補品。那麼它的功效呢，最主要是提高免疫力，還有靜心凝神、消除疲勞、增強記憶力、降血壓、降血糖，還能夠調節胰島素。這個特別有針對性，這點太重要了，對吧？再接下來呢，生山楂也叫生山楂乾啊，它是健脾胃、助消化的。再下一種呢是乾荷葉哈。通常我們並不是每個時期你買荷葉就買得着新鮮的哈，就是說如果買不到就到藥店去買啊，所以那些參茸藥行都有。
对，干荷葉哈。那麼再有一種呢，就是玉米鬚，也叫鬚是鬍子的意思，叫玉米鬍子啊。它看似一個不重要的東西，但是特別的重要，它有很好的一個醫療的價值哈。它能夠對這個腎病哈，對腎炎吶、水腫啊、高血壓、高血糖啊，甚至是使這個大腦神經清靜啊，都是有特別好的作用。那麼大家看一下這個配比哈，三青桑菊飲有效降三高，幫你預防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腦血管疾病。準備乾桑葉5克，貢菊15朵，西洋參3克，山楂乾7克，乾荷葉7克，乾玉米鬚10克。以上為1人1天分量。將所有食材沖洗乾淨，放進砂鍋中，倒入6碗水，約1.5升，大火煮開後轉中火，煮45分鐘左右，煮成4碗水的量就完成了。有效降三高的茶飲，推薦你試試看哦。如果大家在使用它，如果沒有什麼副作用的時候，我建議呢，大約可以持續連續性的喝5天。喝5天之後呢，我建議中間休息3天。中間休息3天，覺得還挺好的，你還想繼續再喝，那麼3天以後可以再繼續煮着喝。這是我的建議。而且現在這個方子它的藥劑其實都已經減的是最安全的、最低的一個分量，是幾乎符合於絕大多數人的身體都可以接受的。有糖尿病這個徵兆的或者糖分有點高了一點的人來喝它是比較好。就是這個時候要講一些更高的規矩如果最好的話，不用金屬鍋熬製，陶瓷的最好。像這個，尤其是有這個出廣東煲湯鍋還有一種藥罐子都屬於這個陶的了那用這樣的煮湯或者煮藥的這個陶瓷的熬製就比較好一些。就是這個煮這一天喝這一天，裡頭那些料的話，第2天還能接着再煮嗎？如果說你這個應該說熬製的這個湯渣夏天到了，你放到那裡，它就可能變餿了就是有味兒了就不新鮮了，那個就不能要。如果說保護得好的話呢，沒有變質還可以，但是不能放到第2天熬。那我有個方法，如果說我覺得裡頭還有一些藥性，我還可以，是不是可以再繼續喝，再繼續煮呢？通常我小時候吃中藥吃多了就是通常我媽都会把這個藥還熬第2遍，比如現在把藥湯已經煮好了倒出來了，之後她馬上又開始加涼水，再煮，這樣也比較好，喝就不浪費它的藥性作用請問師父，正在吃糖尿病藥的人可以服這個三青桑菊飲嗎？因為不同的人在吃着不同的藥，我不知道你的藥到底是怎麼樣。因為醫生給你按你的身體狀況開的藥的話，它大概是夠量的。那你加喝了這個東西之後，它的藥量就增加了，是不是合適呢？我覺得你要慎重我不建議盲目的喝你做過一些多方的諮詢和考慮之後再說。三青桑菊飲、養肝明目茶，這些可以同一天都喝嗎？我不建議。就算是飲食療法的話，它含有一些有針對性的這個作用力，有針對性的所以當我們這個因為這些藥就算是食物也好，配起來它是偏涼性的，才能降我們這個三高。這個概念大家現在要懂當我這個偏涼性的東西一旦整個加起來的量太多了之後，
对身體都是不好的。但是適當的用，它就能治病，猛烈的用，它就會變成副作用。所以呢，我們在給大家配的這些叫茶也好，藥也好，哈，這些叫飲也好，這個東西它帶有一定的針對性。凡是降三高的，都是良性的，說吃這個就不吃那個。師父還有一個問題，有個網友問說，我們家這塊桑樹挺多的，什麼時候採葉子比較好？這個問題非常好啊，就是到了秋後，乃至到了冬天，這個桑樹葉哈，往往它特別堅強。秋天那個寒風一來，從北方那個風一吹，呼呼呼一吹，哎呦，昨天樹上還有一片黃葉，結果現在一下樹枝全黑乎乎的光了。葉子全落到地上，對吧？落到溝槽裡頭去了，是吧？但是別的葉子都落了，就是它還在扛着，就是桑葉。所以它這個乾了之後，它在這個風吹它的時候，這個聲音呢，有金屬的聲音。所以在古代就有高人給它起了個名字，一個外號叫鐵扇子。所以什麼時候採呢？應該說什麼時候採最好呢？是秋後霜打過之後，霜打過的桑葉，它的藥性就極強；桑沒打過，它的藥性很弱。春天它的药性就更弱，所以到秋霜打過的這個桑葉，它的藥性是最好的。對，下了霜之後給採下來，對，然後回來再晾乾，對，再保存起來，对，晾得很乾之後，爺爺就乾放着，爺爺呢就把它搓成沫，裝到這個封閉的盒子裡或者是封閉的塑料袋裡頭，以備用的時候再來吃。好，很感謝網友的支持哈。那我的用心呢，我的偏方呢，都是沒有保留的傳給大家了哈。我是希望我傳的偏方，希望對每個人都有最好的幫助。但是能不能適應於你呢？第一，你需要認真考慮；第二個，你可以諮詢醫生啊。那總是希望你能吃出健康，吃出長壽啊。好，祝大家健康快樂，收到，事事如意。